大家好，我是鱼皮，今天专门出差来参加百度的智算大会，听说要发布一些云计算啊、AI 大模型相关的产品。那我们公司自己呢，也在用百度的大模型产品。那作为尊敬的客户啊，我今天怎么着也得来看一看。到了！欢迎莅临2023百度云智大会智算大会。千帆平台上的 API 调用，我们整个总共涨了有10倍。在 iCloud 的市场占有率，我们连续8次实现了排名第一。3 hours later。百度智能云千帆大模型平台嘛，然后它应该是我们国内第一批发布的大模型平台。这个数据飞轮它是什么意思？不管是企业级用户，然后还是个人开发者，是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平台上去做一个全链路的大模型开发。想训练模型的人，或者说企业，然后他要去提供一些数据，然后利用你们的平台去更好的处理这些数据，然后用来训练模型，然后利用你们的平台可以评估模型的效果，然后对模型进行优化。那我们也是千帆的用户嘛，注意到平台提供了很多开箱即用的大模型，有百度自研的文心、文生图，还有几十种开源的大模型。那这个点我觉得非常好。这边有一个游戏 AI 原生应用的展厅，你只需要把一个非常小的想法，然后告诉 AI， 那么引擎呢就可以帮你整个去渲染出来一个2D 也好、3D 的世界。因为之前我了解到，就是用 AI 做游戏，可能很多人就是用 AI 生成一些像高 GAM 之类的文本对话，但是您刚才提到说它还可以就是帮我自动生成游戏的地图，甚至是说完全整个游戏都能够用 AI 来制作。对。就是我们在做游戏的时候，其实我可能只能写出一点点的剧本，但是呢，我们想做的呢是一个 AI 的策划，它作为一个多面手，不断的去帮助你生成内容。那么在游戏过程中呢，它就会脱离掉策划的这个角色，然后变成一个可以跟你不断对话、自由沟通的这么一个人。它拥有自主去规划任务、完成任务，以及通过和你的对话去改进自身的一个能力。对，是的。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用到国内比较好的、比较前沿的这种更具有对话能力，而且说起来也更好玩的这些产品吧。所以我们选择了 Ernie 4.0。我以后想去制作视频的时候，能不能直接给它文案，让它帮我生成视频呢？我把我自己想说的话输进去之后，那么这个声音就会自动跟这个人物的口型去做一个匹配，那么这一段口播视频就被生成完毕了。我觉得这个技术对我来说还是蛮有用的，因为以前经常有粉丝说我像 AI， 如果我用这个来生成视频，他们就不会说我像 AI 了，因为我真的是 AI 了。那这里应该是和我们程序员关系最大的一个展厅了。小姐姐你好，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千帆 APP Builder 这个平台吗？可以。那我们整体会提供2类服务，第一类是说像我们 RAG 知识问答这样的应用框架，包括 Agent、GBI 这样的框架。另外我们还提供第2类像原子的组件。我理解就是可以利用你们提供的工具和现成的服务，比如相似问生成、文本翻译、AI 作画、内容识别、文本转语音等组件。我们不用写代码，直接就能快速开发自己的 AI 应用嘛。那我来试用一下。比如选择 Agent Builder 框架，它可以快速构建 AI 智能体，给它一个任务，它会自己想办法利用各种工具帮我完成。我们就做个简历筛选小助手吧，给它个人设，你是简历筛选小助手，可以对简历进行打分评估。我们可以看到平台内置了一些工具，比如能运行代码来解决问题的代码解释器、文生图等，还有百度搜索，只要勾选就相当于给了 AI 一个庞大的知识库。它会自己到百度去查询内容，再返回给我总结后的最佳答案。模型配置我们就用现成的，当然也可以自主训练。这样一个应用就做好了，还是很简单的。然后试试效果，上传一份准备好的简历文件，让 AI 从5个维度给简历打分，并给出理由。可以看到 AI 自动使用了代码解释器工具，执行成功。可以看到 AI 顺利完成了任务。我们查看 AI 写的代码，它用了一个 PDF 解析工具获取到了文本，还挺聪明。我们再让 AI 根据简历分值绘制应聘者的能力雷达图，那 AI 也是使用了代码解释器，顺利生成了图片。当然呢，还可以让 AI 根据简历生成一些面试题，那用这个来准备面试，相信能提高不少效率啊。调试好应用后，我就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发布按钮，直接复制生成的链接，打开后就能直接使用应用，甚至都不用登录百度云账号了。那比如说在这一些工具中，我可能想增加一个能力，平台是怎么支持的呢？
就是我们刚刚应用里面所用到的各类的原子能力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涉及到大模型组件、快瑞改写、相似问生成，我们会在 CDK 中把这些组件全部开源给大家。那就可以先用你们平台，再把代码下载到本地进行2次开发。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比较敏感的问题啊，这也是很多粉丝比较关注的问题啊，尤其是我的粉丝，然后大家都比较喜欢白嫖，从来不给视频3连。百度作为国内最早一批大模型开发平台的公司，那它准备什么时候帮大家把大模型 AI 调用的价格打下来？我们的模型效果越好，那么来使用的用户会越多，用户越多，我们的数据量就越多，那么我们的模型就会越好。如果我的模型效果越好，那么我用的人越多，我的这个价格自然就打下来了。好，那就期待你们的持续改进，因为我也是你们的用户。那最后总结一下这次的参会感受啊，那整个开会阶段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 AI 可以帮助 HR 去筛选简历，帮助面试官去出题。我觉得 AI 的发展肯定是有利有弊，那我们要做到的呢，就是取其利，去其弊。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用 AI 来治 AI。那比如 HR 要用 AI 筛选简历，那我们可不可以利用 AI 根据招聘信息来生成简历和优化简历呢？还有就是在下午的交流中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千帆的 APP Builder， 能够通过点选的方式快速生成应用的同时，兼顾可扩展性啊，就是我们可以拿到源码去2次开发。能做到这点，我才觉得真正是把 AI 的能力融合到了代码中。那相信这点也会给我们所有的应用开发者一些程序设计上的思考。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国内 AI 的发展。希望有一天啊，价格可以被打下来。